iPhone 15 Pro Max、小米14 Ultra。iPhone 作为参照物呢，前面已经跟华为对比了，那这回呢就轮到小米了。对比的环节呢都在进度条上，大家可以提前猜一下哪个环节哪台手机会获胜。欢迎收看 ZPH， 感谢您的点赞跟加关注。如果没有您的加关注，您说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还有什么做下去的意义呢？所以就谢谢大家了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为了吸引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啊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两台手机后视的主要镜头跟焦段都列这儿了，这也是后面重点要进行对比的镜头跟焦段。两台手机的拍摄界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，它们毕竟都不是新手机了，而且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这里呢就说一下 iPhone 呢，除了主摄超广角和5倍的长焦以外呢，还提供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选项。小米的拍摄界面中，除了主摄超广角 3.2 倍跟5倍以外呢，也给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。那像这些厂家着重列出来的焦段呢，当然也是后面要重点对比的焦段了。这两台手机上市以来已经升级过很多遍系统了，它们现在都是最新的正式版系统。那就看看今天这两台手机的表现怎么样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，参数都列这儿了。感光器是小米的更大，远程像素呢两台手机差不多，但是默认输出的像素呢 iPhone 更高一些，它默认输出的是2400万像素。小米是有一个可变光圈技术的，在之前的节目中呢也已经详细聊过各段光圈下它的成像表现了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咱们主要对比的是拿起来就拍的默认表现。先看第一组对比，小米那边用的是徕卡生动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？喜欢 iPhone 的大1，喜欢小米的大2。那至于哪边更接近真实环境嘛，我就不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能记住当时的环境了啊。反正这就是他们默认状态下拍摄出来的色彩，你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就选择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就行了。中心解析力方面嘛，确实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啊，毕竟它默认输出的是2400万像素的照片，小米是1200万像素的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小米那边用的就是徕卡经典了，两边的颜色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喜欢 iPhone 的大1，喜欢小米的大2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依旧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啊。镜头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能力方面呢， iPhone 的更好一些啊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不过小米的感光器更大，再加上小米的可变光圈技术呢，它的边角画质确实是更难把控的。那么 iPhone 更强呢，也是应该的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 iPhone 是4800万像素的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的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要是仔细看的话，我感觉小米的高清模式更优秀一些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感光器两边差不多大，远程像素是小米的更高，光圈也是小米的更大，视角也是小米的更广。先看第一组对比样张，色彩风格的差距呢比主摄小了一点点啊，但还是有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喜欢 iPhone 的大1，喜欢小米的大2。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 iPhone 拍不到的范围。那中心解析力呢，两边差不多。
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小米用的就是徕卡经典了，这回两边的色彩风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这回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是差不多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两边其实还是差不多啊，就说 iPhone 稍微强一些吧。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，iPhone 稍微强一点点有限啊。不过 iPhone 之前几代产品的超广角光学质量是很差的，到了这一代产品呢，还是进步了。小米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，iPhone 的超广角是没有高清模式的。那解析力方面呢，小米稍强啊，虽然只强一点点啊，但也是强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中焦这块呢 ，iPhone 是没有的，小米有一个3.2倍的中焦镜头，但是等效焦段也到了75毫米，都可以算长焦镜头了。那长焦镜头这块呢，两台手机都是5倍的光学长焦镜头。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。颜色你们更喜欢 iPhone 的还是小米的呢？喜欢 iPhone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的稍微强一点啊，也是一点点。现在是3.2倍的对比 ，iPhone 还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3.2倍，小米的3.2倍呢是光学焦段，那么解析力上的差距就非常大了啊。虽然说小米在阳光暴晒的情况下，石头也出现了自边，但解析力强那就是强。那小米的3.2倍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，iPhone 这边呢还是没有啊，就是默认的1200万像素，还是数码变焦。那解析力方面肯定是小米的解析力要高很多，只不过这个紫边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啊，当时的光照确实非常强烈。现在是5倍的对比了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颜色的差距还有点大，是吧？你们更喜欢哪一边的色彩呢？解析力方面，这回两边倒是差不多了。但是小米的5倍依然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，iPhone 这边还是没有高清模式。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的更强啊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它们都是各自长焦头的数码变焦了，颜色的区别呢跟刚才5倍差不多啊。解析力方面，粗看的话啊，肯定是小米的更好，但是小米这边数码处理的痕迹比较明显。iPhone 那边虽然说接近原汁原味吧，但是观感上肯定没小米的好，对吧？最后再看一组3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吧。iPhone 那边最长是25倍数码变焦啊，小米的30倍呢就开启了 AI 超级变焦了。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啊 ，AI 计算非常严重，有很多细节都是猜的啊，都是假的。但是从观感上说呢，还是小米看着好啊。再说微距拍摄 ，iPhone 这边呢跟三星一样啊，这两台手机现在还是拿超广角来拍摄微距。而小米那边呢是用长焦镜头来拍摄微距啊，3.2倍的长焦镜头，就说中焦镜头吧。这两台手机呢就代表了如今手机拍摄微距的两种方向。那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用长焦镜头来拍摄微距的，因为拍摄的时候呢不用离被摄物体太近，拍摄昆虫的时候有优势，而且也不会遮挡光线。不过这两台手机拍完微距之后放大看细节的话呢倒是差不多啊，也就是说总体来说放大比是差不多的。再说前摄啊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。iPhone 这边的拍摄效果呢，反正从美颜上说呢，咱就说就没有吧啊，没有任何美颜。小米那边的样片风格呢，很像人像模式中的大师人像拍摄出来的效果，美颜是有一些的，反正总体看起来啊，就是小米拍出来的更好看、更帅。那我个人呢，肯定是喜欢小米拍出来的效果。那至于 iPhone 那边的真实还原呢，那就留给别人自拍时候用去吧。反正我是不喜欢啊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在这个环境下呢 ，iPhone 的肤色还是不错的。小米那边的美颜也没有前摄自拍那么重了，看起来也自然了很多。从人物的肤色上看呀，整体来看还是 iPhone 的稍微强一些。当时的光照呢还是很复杂的啊，整个录像的时间段里呢 ，iPhone 的肤色好看的时间更多一些。再看人像拍摄的对比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啊。这回两边人像拍摄效果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iPhone 那边爱怎么真实怎么真实，反正留给别人拍摄人像的时候用去吧。小米这边的人像拍出来就是让我喜欢啊，因为它好看，因为它帅啊，我就是这么的现实。如果你是追求自然、追求还原、追求真实，那你就用 iPhone 拍吧。反正这两台手机我都有的情况下，拍人像我肯定用小米拍。再看宽容度的对比，
那第一个场景呢 ，iPhone 的优势是暗部可以按得下来，而且还能保留细节。小米的优势是亮部能亮得上去，能营造出晃眼的感觉，而且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呢做得也不错。可惜呢，就是暗部没压下来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第二个场景主摄的表现，小米更优秀啊，亮部 iPhone 已经过曝了，暗部也没有小米压得好。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如此啊，不过超广角呢小米的暗部也没压下来，但是呢亮部最起码云层的细节小米更多呀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不错啊，但是超广角呢这回是小米过曝了。在后面的几个场景中呢，两台手机总是反反复复的，这个场景我比你强一些，下一个场景你比我强一些。小米那边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我都拍了。负责任的说呢，在宽容度测试环节，徕卡经典的表现是要比徕卡生动更稳定的。那总体来说，两台手机在宽容度测试环节的表现呢，都属于上乘的。只可惜啊，在稳定性方面都有待提高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先看第一个场景，两边的色差是有点大的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夜景效果呢？喜欢 iPhone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亮部跟暗部的细节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这两台手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那么第二个场景呢，也是如此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没问题。这个场景的光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。但是到了这个真正高难度的场景，小米的亮部细节呈现又出现问题了。主摄的表现的亮部细节肯定是 iPhone 的好了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iPhone 的稍强。但是呢，这个场景小米要分徕卡经典跟徕卡生动，这次徕卡经典主摄的表现，尤其是亮部细节呈现，反而是比徕卡生动要好的。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，徕卡经典就没有生动的好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这徕卡经典是吧，就有点差了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夜景表现，两边做的都还不错，但是亮部细节呈现呢，小米的稍强。现在是3.2倍的表现，亮部细节呈现小米就更强了。现在是5倍长焦镜头的夜景表现，亮部细节依旧是小米的更强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两边的色差依旧是非常明显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表现呢？喜欢 iPhone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，细节呈现两边是差不多的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就谁也甭说谁吧。现在是昏暗场景3.2倍的表现 ，iPhone 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，所以环境看着亮一些，但是解析力、清晰度是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5倍的表现，虽然 iPhone 那边没有标出来数码变焦，但是 iPhone 依旧是用主摄数码变焦到5倍拍的，清晰度损失很大。小米那边虽然说看起来更暗，但是清晰度是更高的。极暗的场景开始了啊！祖传神树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虽然说色差很大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。超广角也是如此，色差非常大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两边半斤八两。健身器场景，反正从颜色上看呢，我个人是喜欢 iPhone 这边的，而且解析力也是 iPhone 的更高。iPhone 的夜景呢可以做到10秒的曝光，而小米那边呢也就2-3秒，可惜了1英寸的大底了。虽然说曝光2-3秒端起来比曝光10秒要轻松，但是都得端稳啊，大哥不用笑二哥呀，还是看最终效果吧。超广角的表现，就谁也甭说谁吧，虽然说 iPhone 的稍微强一点，也没什么用。树林小路的场景，这回颜色方面我觉得小米的更好看了，但是解析力上呢还是没有悬念 ，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啊，就是细节呈现更丰富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iPhone 的更好。到了最暗的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， 虽然说 iPhone 的夜景曝光能到10秒，但是细节呈现依然没有比小米强啊！看来 iPhone 已经过了极限了。那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不行。录像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两边的表现非常好，水平非常高，解析力非常好，稳定性非常强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同样的两边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优秀，就是颜色的差别呢是有的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还是喜欢 iPhone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？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，清晰度两边都不错，小米那边的锐化稍微的重一些啊，但是不是很重啊，只是比 iPhone 重一点。防抖两边都很优秀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
iPhone 呢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，小米是光学焦段，解析力小米的更优秀，防抖两边同样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两边除了颜色以外呢，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好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喜欢 iPhone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现在是15倍的录像表现，它俩呢都是最高的录像数码变焦倍数了。从观感上说呢，我感觉 iPhone 的好一点啊，清晰度两边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在这么暗的地方呢，暗部细节呈现居然是 iPhone 的更好。防抖的表现两边都还行，就是防抖跟清晰度跟白天比呢下降的都挺明显。超广角在这么暗的地方，暗部细节呈现就别想了，但是从整体观感上来说呢，也是 iPhone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了，清晰度是小米的更好，防抖两边都还行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啊，没有悬念。亮度呢看起来是 iPhone 的更多，但是清晰度、解析力肯定是小米的更好，因为 iPhone 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，小米是光学焦段。现在是5倍的表现了 ，iPhone 呢还是主摄数码变焦到5倍拍摄，看起来更亮一些，但是清晰度是没有小米的高的。小米那边可能是用3.2倍数码变焦到5倍拍的啊，但是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。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工业设计跟硬件。硬件方面没什么可说的，这两台手机上市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对他们的硬件性能方面应该比较了解了。那工业设计的，肯定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长相长什么样了。大家可以说一下各自的看法啊，你们觉得哪台手机更好看呢？觉得 iPhone 好看的打1，觉得小米好看的打2。那至于其他的游戏发热跑分呢，这就不是我们节目要说的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。最希望的是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